一架降落许久的飞机，却没有任何人从里面走出。更诡异的是，机体冰冷像根本没起飞过一样。就在飞机降落前，2名机组人员紧张地跪在地上。男人说货舱里有恐怖的声音，可当乘务长打开盖子查看时，里面空空如也，一切正常。乘务长责怪下属大惊小怪，可突然伴随着巨大的咆哮声，螺丝钉一个个被弹起，货舱盖逐渐变形，突然打开。此时地面塔台注意到这架飞机的异常，他没有进入跑道，反而停在一个废弃停机坪上。塔台主管连续呼叫机长，却没有丝毫回应。来不及等待警察到来，主管带人来到停机坪，面前的庞然大物如死一般寂静。他摸了下机体，竟然完全冰冷，这实在太过诡异。所有的遮光板都关着，只有一个透着阴森森的光，可却看不见一个人影。主管预感到大事不妙。This is bad, real bad. We got ourselves a dead airplane. 作为传染病专家，伊芙被紧急召到机场参与调查。他换上防护服，和同事诺拉进入机舱。机舱里一片寂静，黑暗中乘客们像睡着般一动不动，没有任何伤口和挣扎的痕迹。伊芙在一个红衣小女孩旁边停下，她仿佛受到巨大恐惧，连耳机里的音乐都没来得及关闭。Eyes are clear. The skin is dry. It's inelastic. There's no frothing, no nose bridge. There's no sense of struggle. Almost peaceful. 伊芙一时之间找不出死因，诺拉建议试试紫外线灯，这一照射让他们大吃一惊。机舱里到处溅满不明液体，显然来自某种可怕的生物。两人决定分头行动进行采样。而就在伊芙离开时，一个男人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。伊芙来到后舱，2名机组人员已经倒在地上，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，货舱里充斥着更多的不明液体，显然怪物在货舱中待过。而诺拉却发现驾驶舱的门已被人打开，他不顾地面人员的劝告进去查看，只见机长和副机长瘫坐在座位上，诺拉将手电筒对准机长。而与此同时，竟有3名乘客也苏醒过来。Lady, get the light out of my face. I'm sending in SWAT. No, Jim, send paramedics. We've got survivors. 4位幸存者马上被隔离起来，可当询问机长着陆前的情况时，他却什么也记不起来。询问其他幸存者也是一无所获，仿佛一切都只发生在一瞬间。这时，下属小金给伊芙带来消息，货物区有了新发现。这个像棺材一样的大木箱不知何时被运上飞机，货物舱单上根本没有记录。伊芙让人将木箱放平打开，里面竟是满满一箱泥土。Soil. Why would someone ship a box of soil? What are the chances of someone loading this unchecked and unlisted? 紧接着，诺拉又发现木箱里面竟然有门栓。难道木箱里除了泥土还有别的东西？一切越来越诡异。伊芙让小金对泥土采样，并让塔台主管联系飞机的始发地柏林，查问木箱如何上了飞机。一切安排妥当，伊芙和诺拉便匆匆离开。而当主管在与柏林通话时，突然一阵似有似无的怪声传入他耳中，可周围人却都表示没有听到。他顺着声音的方向，好像受到某种召唤，向货物区最深处走去。当他推开最后一扇门时，却不知死神正在朝他招手。只见地上摊放着一堆黑色的破布，他走近查看，突然破布隆起，竟是一个人形怪物。怪物伸出长舌缠住他的脖子，锋利的牙齿刺入皮肉，男人瞬间变得干瘪。怪物又抡起拳头重重砸向男人的脑袋，然后像鬼魅般逃跑消失。老人将血滴入玻璃罐中，罐中的心脏瞬间变得兴奋，伸出无数细长的触手，贪婪地吞噬老人的血液。Enjoy, dear. 电视上正报道一则离奇新闻，飞机上200多名乘客在降落前突然死亡。老人若有所思，他决定重新出山，阻止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。他来到机场，正巧碰上专家在跟乘客家属解释，但家属们情绪激动，甚至打了专家一个耳光。老人拦住伊芙，说他知道乘客死亡的原因，让他们找个安静的地方细说。但伊芙显然不相信这个老头，他敷衍几句就要离开，可突然老人的话让他停住脚步。Bodies. They're not decomposing normally, yes? The tissues are still pliable. How'd you know that? 老人接下来的话更是匪夷所思，飞机上所有人不论是死是活，必须要把头砍掉，把身体烧毁。伊芙以为他是胡言乱语，但诺拉却对他的话留了心。Doctor, did you find the coffin? If you have the coffin, then you still have him. It is not too late. Destroy the coffin. 这时法医那边传来消息，所有遇害者的脖子上都有一道不易察觉的伤口，位置刁钻，不会伤到动脉，也不会造成淤伤，可根本没有任何工具能够做到如此精确。更奇怪的是，当手臂被划开时，流出的不是血液，竟是白色液体。伊芙让法医继续检查，他和诺拉再次来到飞机货舱，不放过任何一点线索。突然，伊芙叫住诺拉，他用镊子夹起一条不断蠕动的线虫，似乎正在急切地寻找宿主。伊芙将它放入器皿中，而诺拉又突然发现了一团泥土，和木箱中的一模一样。两人急忙回去寻找木箱，却不料木箱竟不见了踪影。他们调取了监控，可诡异的是，监控里木箱竟在一瞬间原地消失。通过一帧一帧的回放，发现只是一团黑影闪过，227公斤的木箱就不见了，这简直超出了他们的认知。这时，诺拉突然想起老人的话。伊芙立刻打电话给下属小金，全面封锁机场周边，检查每个能装运木箱的大型车辆。而此时，一辆货车被警员拦下，司机却拿出一张莫名其妙的卡片，警员看了一头雾水。
do you want me to do with this? 而警犬突然对着车辆狂叫起来，警员让司机下车打开货箱，司机似乎有点迟疑，甚至紧张。他假装解安全带，却拿起了手枪。刚打开车门，小金走了过来，没想到在看了一眼那张卡片后，小金竟直接将他放行。待警员走远后，小金低声对司机说道 You tell those sons of bitches I'm done. I came through for them, but now I am done. You got it?看来小金的身份并不简单，而此时的法医还在敬业的加班检查。他发现每具尸体中都有一个不寻常的肿瘤，看起来不像癌变体，更像是具备完整功能的器官。他将肿瘤放在秤上称重，突然听见背后有什么声音传来，但走到后面查看并无异常，尸体们都乖乖躺在自己的床上。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秤竟然自己动了起来。法医走近一看，那个肿瘤好像活了过来，而且上面生出无数条线虫。眼见线虫要钻入手套中，法医赶紧拍打，但还是为时已晚。线虫已穿过手套进入手掌，他用镊子将线虫拔出来。可他没注意的是，刚刚还乖乖的尸体竟然直立行走，双眼泛着黑光，张开嘴巴，喉咙里发出饥渴的咕噜声。一瞬间，可怜的法医就成了他们的盘中餐。小女孩泡在浴缸中，双眼无神，呆呆望着前方。爸爸走近问她水温如何，她却像没有听见一般。男人抚摸着女儿的发丝，可却摸下来一撮头发，他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但出于父爱，他并没有多想，拿来浴巾想帮女儿擦干。可就在这时，女孩眼中突然闪过一层蓝膜，然后伸出2米长舌，紧紧咬住男人的脖子。只几秒钟，男人的血液被稀释殆尽，软软的趴在了浴缸中。男人到死都不知道，他的女儿早就在昨天离奇死亡，而今早突然出现在家中的，根本不是他心爱的女儿。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爸爸，还以为女儿死而复生，高兴地将她拥入怀中，完全没注意到她惨白的脸庞以及猩红的双眼。男人的死亡才刚刚是灾难的开始，更可怕的事情即将到来。这2名飞机事故的幸存者正在举杯庆祝自己的大难不死，可脑海中却总是听到奇怪的嗡嗡声。当女人看到酒杯中的血丝时，她也只是摸了摸，以为牙龈出血。这时最着急的当属传染病专家伊芙，通过他对线虫的分析，确定飞机乘客的死亡大有文章。可卫生部长却宣称是一氧化碳中毒，并禁止伊芙再插手此事。但伊芙决定继续调查，他先是找到4名幸存者之一的机长，可机长的状况越来越糟糕，感觉浑身沸腾，嗓子吞刀片。然而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，更恐怖的一幕出现了，机长皮肤下面出现了无数蠕动的线虫。伊芙顿感大事不妙，他立刻联系法医，但电话总也接不通。当他们来到法医办公室时，发现所有的裹尸袋都已打开，尸体不翼而飞，而法医也不见了踪影。与此同时，在城市的某个角落，一个白发老头来到一个神秘的木箱前，突然一阵阴风吹过，一道快如闪电的黑影飘来，老头被吓得不由自主跪了下来。眼前高大的怪物让他不寒而栗，他不远万里将他从柏林运往纽约，就是希望垂死的自己能得到永生。而此时机长的情况突然恶化，他感觉有人在耳边不断呼唤他的名字，而体内却充斥着某种可怕的欲望。伊芙用紫外线灯照射发现，机长体内的线虫越来越多，事态紧急，他们必须立刻安排机长做手术。可机长却突然消失不见，几人分头寻找。小金在地下室的厨房里发现了他，黑暗中机长正在贪婪吮吸着血袋。小金喊了他的名字，待一回头，机长完全已是一副丧尸模样，看到小金仿佛看到美味，将小金按到墙上，变异的舌头已经蠢蠢欲动。就在这时，诺拉赶了过来，看到机长的模样，他吓了一跳，随后就被摔倒在地。等到伊芙赶来，机长突然伸出3米长舌直奔伊芙脖子，伊芙堪堪躲过袭击，诺拉用架子朝他砸了下去，伊芙趁机拿起灭火器将他打晕。可就当几人松了口气时，机长突然一把抓住诺拉的脚头，伊芙立刻再次用力敲了下去，直到将头砸扁没了气息。事发突然，几人都愣在原地。诺拉突然想到老人所说要砍头焚尸，但伊芙建议先将机长解剖，他们要找到异变原因才能阻止事态恶化。结果发现机长体内已经完全长出了另一套系统，而从嘴里拖出的3米长舌再次验证了这种异变的可怕。伊芙突然想起了红衣小女孩，明明在飞机上已经确认死亡，可她爸爸却突然打电话告诉伊芙，她的女儿已经平安回家。伊芙2人火速赶往女孩家中，头发稀疏、浑身是血的女孩站在黑暗中，果然女孩早已发生异变，伸出长舌就要取伊芙性命。就在此时，那位老人突然出现，举起银剑砍掉女孩头颅。诺拉被吓得惊叫，而此时他们的背后，女孩的爸爸也悄然出现，老人二话没说，直接用剑灭了他。可诺拉不但没有感谢老人救了他们，反而谴责他没有人性，对一个小女孩都如此残忍。老人让伊芙去车库拿来汽油，这些丧尸必须要彻底烧掉。可诺拉却接受不了这一切，他相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，而不是如此残忍无情。听老人说要杀死飞机上所有乘客后，诺拉不顾伊芙的挽留，决绝离去。 Please be safe. Promise me. There has to be another way. 这是一条能将人变成丧尸的寄生虫，只要被它钻入体内，全身的血液会被瞬间吸干。而此刻已被感染的长毛还在寻欢作乐。当看到女孩性感的脖子时，他竟不由自主咬下一口，女孩们顿时吓得四散逃开，而长毛却对着地上的血液疯狂舔舐。几天后，长毛突然感到下体疼痛，伴随着冲走的小便，他
他的一个重要器官也被冲进下水道，而助理却以为他只是生病，找来私人医生上门诊疗。可突然一阵惨叫声从楼上传来，助理走上楼查看，眼前的一幕将他惊呆，医生无助的哀嚎救命，助理吓得夺路而逃。男人在妻子惊恐的目光中，将一盒鲜肉的血液吞下肚子。妻子赶忙将2个孩子送到亲戚家。当回到家时，丈夫已不见踪影，只在雪地里发现一条带血的狗狗项圈。沿着血迹走过去，女人发现狗狗已经惨死，而仓库里却传来阵阵动物的低吼声。女人小心翼翼呼唤着丈夫，突然丈夫从黑暗中窜出来，他已经异变，但努力保持最后一丝理智，提前将自己用狗链拴起来。Run. Go away. Please, Annie. 就在这时，恶霸邻居找上门，说如果管不好他家的狗，他会亲自用棍子打死他。听闻这话，女人将邻居骗进仓库，没过几秒钟，惨叫便从仓库传了出来。当伊芙和亚伯赶到时，女人已经上吊自杀。亚伯用一面银镜测试女人是否受到感染。 The silver mirror. If she's infected, the reflection vibrates. 两人听到仓库里的声音，对视一眼，走到仓库面前。伊芙准备好了银钉枪，因为丧尸只害怕银器。仓库门打开，没费什么力气，两人就解决了异变的男人和已经被感染的可怜邻居。伊芙将这一切用手机拍下，准备向上级报告事情的严重性。可上级似乎并不愿意承认事实，假装出去打电话做通告。这时小金告诉伊芙，他偷偷将机长尸体拖进解剖室的事情已经被监控拍下，现在上面正准备抓捕他。可当伊芙准备逃走时，发现门禁卡已经被禁用。好在小金及时帮了忙，逃出大楼后，伊芙马不停蹄赶到前妻家里，让他带着儿子赶紧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前妻的男友拨通了连调局的电话，很快伊芙就被逮捕。而今天恰逢日食，人们都在观赏这一奇观。突然已经异变的法医出现在马路上，伊芙告诉探员小心那个法医，但探员却以为他只是个疯子。结果探员让伊芙救他一命，伊芙让他先拿出钥匙解开手铐。 I warned you. Sorry. 女人只是喝了一口0度温水，却差点将肺咳了出来。可下一秒却盯住女儿脖子，眼神中充满饥渴。这时保姆察觉到气氛的微妙，慌忙找借口将孩子带出房间。可女人突然眼睛一阵剧痛，赶紧叫保姆帮她查看。There's something in my eye. What is it? Nothing. 保姆转头匆忙收拾行李，哄骗孩子带他们出去野营。可就在这时，女人又鬼魅般出现在楼上，询问他们要去哪里。保姆立刻将2个孩子揽在怀中，她极力掩饰紧张，说只是带孩子们去看个电影。可女人似乎不想放他们离开，像野兽般贪婪闻着孩子身上的气味，仿佛下一秒便会张开血盆大口。保姆紧张到大气不敢出。 We will be back in a few hours. Fine. Just not too late, Eva. No, of course not. 保姆将孩子带回了自己家，马上给出差的男主人打电话，告诉他家里出了状况。等男人到达家门口时，诡异的寂静让他不寒而栗。他着急进家，可出租车司机却让他付现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邻居从黑暗中走了出来，看到这副模样，男人吓得慌忙躲进出租车，让司机赶紧开车离开。可随着车外面的丧尸越来越多，司机没有开车，反而拿出枪下车硬刚，击毙了2个丧尸后，他也成为了丧尸的盘中餐。男人趁机跑回家中，堵住大门，连连呼喊妻子的名字。可此时从黑暗中走出来的妻子，哪里还有人类的模样？保姆的女儿觉得妈妈做法不妥，坚持要把孩子送回雇主家。还没等车停稳，2个孩子急冲冲朝家里跑去，一进门却发现地上一滩呕吐物，随即便听到女孩的惊叫声。他们的爸爸躺在地上奄奄一息。保姆要带孩子离开，可女儿却想把男人送医院抢救。就在这时，孩子们的妈妈出现了，伸出3米长蛇直冲孩子而来。保姆女儿挡了一下，不小心中招。几人跑进一间屋子，用桌子抵住门。此刻的母亲完全丧失理智，2个孩子吓得瑟瑟发抖。千钧一发之际。神秘人询问几人有无受伤，保姆女儿说自己只是擦破皮没关系。在仔细检查几人过后，神秘人放他们离开。 No. Wait a moment. Wait. Be quiet. Do not touch her. 这个女丧尸正在学习化妆，因为她想回家和儿子团聚，戴好了假发和美瞳，可颤抖的手总也握不住粉笔。就在不久前，凯莉还是一个美丽的学校老师，可班里几乎没人来上课，因为病毒爆发让大家都不敢出门。凯莉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赶紧跑回家通知男友出城。可看到男友的那一刻，她被吓得连连后退。昨天还一个被窝睡觉的人已经变成丧尸，她随手抓了东西打破男友的脸，一瞬间无数线虫掉了出来，凯莉躲闪不及，一条线虫顺着眼睛钻了进去。巨大的惊恐将她包围，用尽全身力气再次将男友击倒，趁此机会朝外面跑去。男友追到门口，却被灼热的阳光止住了脚步。
凯莉跑到车上失声痛哭，她赶紧对着后视镜查看眼镜，可那条虫子已不见踪影。她在车里从白天待到晚上，在醒来时已经有点神志不清，拖着疲惫的身体来接儿子放学，却被告知孩子已被闺蜜接走。凯莉找到闺蜜家，闺蜜还以为她出了车祸，并告诉她儿子刚刚被爸爸带走。凯莉思而心切，当闺蜜的孩子出现时，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儿子，手中的照片掉落在地，再也控制不住体内的欲望，伸出长舌紧紧咬住男孩脖子，而闺蜜也没有逃脱此难。凯莉来到大街上，行走的路人在眼中都变成了卡路里。这时脑海中突然有个声音不断呼唤她，她顺着声音走进下水道，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她面前。血族选择了她，给了她意识和说话的能力，然后被训练戴假发戴美头，还原成人类的样子。凯莉开车回城，却遇到关卡检查，警员让她摘下眼镜，并拿出紫外线灯要给她照虫子。就在这紧张的时刻，后面的车里发现了丧尸，凯莉得以被放行。来到车库，凯莉打开了后备箱，这里藏的东西可以帮她找到儿子。在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凯莉来到儿子的住处，敲响了大门。看到日思夜想的妈妈，男孩毫不犹豫要去开门。尽管爸爸一再阻止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男孩为妈妈打开了门。好在诺拉反应迅速，直接开枪。伊芙也拿起一把银剑。虽然他心里对前妻还有感情，但知道此刻的凯莉早已异变成丧尸。就在此时，更多的丧尸爬了进来。凯莉突然跳到伊芙身上，嘴里的长舌也蠢蠢欲动。诺拉一把将吊环甩了过去，凯莉脸上的假皮顿时被削掉。这狰狞的面孔将男孩直接吓傻。就在凯莉愣住之时，伊芙对准他开枪，可另一个丧尸替他挡了一枪。凯莉趁此机会逃之夭夭。他身高2米，却命不久矣。巨大的身躯让他不堪重负。更悲惨的是，亲哥哥竟以他为耻，总想以灰狼之血治好他的巨人症。他们在树林里寻找数日，却不见灰狼踪迹。突然一声怪叫吸引了哥哥的注意，萨杜一人被留在原地，可许久却不见众人回来。他沿着脚印找到一个山洞，洞口躺着一个没了头的尸体。萨杜举着火把走进山洞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无比震惊。只见一个非人非兽的怪物正在吸食他哥哥的血液。看到身材巨大的萨杜，怪物竟露出迷之微笑。萨杜拔出银剑准备一搏，可怪物却突然伸出长舌紧紧咬住他的脖子。萨杜顿时没了力气，倒在地上。怪物收回长舌，上前抚摸着萨杜的身体。他对这具躯干一见钟情，要把他据为己有。只见怪物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塞进萨杜嘴里，然后紧紧按住萨杜的头。接下来最惊恐的一幕出现，怪物用力清了清嗓子，对着萨杜的脸吐出一口陈年老痰。萨杜的五官瞬间被无数线虫钻满，身后怪物的身体倒了下去，而新的萨杜站了起来。从此以后，人们再也没在白天见过萨杜，可村里的小孩却开始半夜失踪，看不到人影，却只听见萨杜诡异的拐杖声。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。小男孩亚伯听得津津有味。几年之后，他长成青年，却因为是犹太人被抓来做苦工。奇怪的是，每天晚上他都能看见一个黑影闪过，第二天就会有一个同伴死去。他想起了外婆讲的故事，也许血族不是传说，而是真实存在。为了保命，亚伯做了一个犹太护符，可却被军官发现。军官把亚伯带到一个房间，亚伯本以为在劫难逃，没想到军官只是让他做一个木箱，而这个木箱也是后来运送血族的工具。后来亚伯趁乱逃了出来，在一个偏僻的村庄结婚成家，幸福的生活还没开始，村子里又不停有人被害。亚伯不能坐视不理，他答应妻子日落之前就会回家。Until sundown. No later. 亚伯沿着踪迹找到了一口枯井，顺着绳子爬到井底，发现一个狭小的洞口。亚伯毫不犹豫钻了进去，果然这里藏着几只吸血鬼。他刚想拿起银剑切瓜砍菜，突然一只吸血鬼竟开口说话，原来是血族控制了他。他提醒亚伯，现在已经过了日落时分，家里的妻子不知是否安好。亚伯一听顿感大事不妙，慌忙爬出洞口，却发现通往井口的绳子不翼而飞。等他用尽全力爬上井口时，已经到了第二天。更糟糕的是，他骑来的白马已经倒在了血泊中。亚伯只好拼命朝家里飞奔，可到了家，发现一切都晚了，家里一片狼藉，妻子早已不见踪影。亚伯一直等到天黑，终于等回了妻子，可此时的妻子早已异变。亚伯悲痛不已，却也不得不抬手挥剑。他将妻子的心脏取了出来，放在一个玻璃罐中，一直陪在他身旁，割破手指，用自己的血喂养着妻子的心脏。